我打杀了。是。兔崽子！哎，这不是咱们陆航团的车吗？他们来了，我就急了。别慌了，我们现在是第3号舰队，不攻不拦，打谁都没商量。那是，我们就负责帮你做就行了。参谋长，小沙河指挥所报道，帝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3号公路未再发现帝军坦克主力。后勤基地报告，发现帝军坦克部队、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难道帝军真的迂回到我们后方了？参谋长，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了。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受电磁干扰，一直没联络上。这么说，他没有按原路返回。直升机已经撤离，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明白，明白。307、308、309进入有效射程。团长，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请求开炮。等等，再靠近点，再向前推进500米。团长，直瞄没问题了。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什么叫泰山压路，什么叫铁流洪水，什么叫不知所措，束手就擒。坏了，怎么又回来了？这样不行，强行进攻，地面上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先干掉几局乌鸦再说。团长，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各车注意，我是团长虎侠，立刻转入防空作战，立刻转入防空作战。是导演部刚先锋过来的。这是江海他妈吗？不是他，会是谁？报告首长，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11时30分，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帝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团指挥车被击毁。
指挥系统瘫痪，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导演部裁定，从11时40分起，帝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退出演习。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是。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报告还没有，敌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都退出演习了，他们还干扰啥？联通后，叫江海马上返航，不得延误。参谋长，就是沟通不上也没关系，再过10分钟不返航，油都不够了。这一点，江海比谁都清楚。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想再节外生枝了。明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武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并导致了帝军的全盘结束。如果江海就此收手，安全返航，或许还能功过相抵，减轻处分。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师傅，我们该走了吧？好，我们走。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直插回去，至少可以进50公里。听你的。洞2、洞3、洞4注意，翻过山脊，沿最近航线返航。洞2明白，洞3明白，洞4明白。回家喽。哎，王子，感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哎，下面是什么？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没错，干扰源就在这儿。原来他藏在这儿。干掉他！师傅，我们已经没弹了。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但他还在释放干扰，说明战斗还在进行。我没弹没关系，洞2机上还有火箭弹呢。这样，我们俯冲佯攻，洞2随后攻击，搂草打兔子，扩大战果。这演习都快结束了，他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什么叫没关系啊？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干扰我一上午了，我不打他打谁啊？我看啊，你是没仗打憋得慌。是，我早就憋疯了。通知洞2，战术88要洞。洞2注意，洞2注意，目标林中干扰台，执行88洞战术。洞2明白，战术88洞。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在干扰对方的同时，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显然，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不幸躺着中枪，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师傅，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你说的都是屁话，现在打不就是练吗？来，返航的油还够不够？返航是勉强够，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可就说不好了啊。行了，够回家路费就行。下去了。爽！不好，我们被导弹咬住了。看清楚没有？什么弹种？
好像是肩扛导弹。我靠！坏了，我们被击中了！师傅，这怎么回事？总局拉到头了，伤病还是不错。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本来是不可能了，尽量保持平飞，冲出山谷。从山谷绕过去，油量肯定是不够的。先冲出去再说。叫栋梁下来，看看怎么回事。不行，师傅，我们迫降吧。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不能让董侠看咱们笑话。团长，指挥部来电，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明天一早开总结会。我们败了。是的。海军陆航团，我早晚要报这一箭之仇。哎，团长，你看，就是这小子，还没完没了呢！快，准备战斗！哎，团长，是不是出什么故障了？大队长，你先跟我们回去吧。不用管我，你马上返航，救援队会来的。好，各地注意，按演习预案，敌坦克团就在我正前方4公里处的3号公路上向南开进。我们越过丘陵后，坦克团侧后方进入，攻击目标确定为车队前4辆坦克。攻击顺序：由我首先攻击第4台车，动2号紧跟，攻击第3台，动3号攻击第2台，动4号攻击头车。攻击目标和顺序都清楚了吧？动2明白，动3明白，动4明白。好。攻击！坦克呢？雷达眼力目标显示。
们是不是把位置搞错了？没错，是3号公路。那时候我们来早了，坦克团还没有开出来。不会吧？有没有可能我们迂回机动飞过了，坦克团早就开过去了？可能我们进入5号站区没多远，一个西装满员的监视团至少也得5公里长，不可能这么快就开过去，连点烟尘都没有。要你这么说，他们推迟了出发时间，这倒是有可能。哎，义军坦克团团长叫古霞，你知道吗？倒是有所耳闻，说他是战区最牛的坦克团团长，他好像有个什么外号吧？马拉多纳，这不是阿根廷著名的足球明星吗？东3、东4注意，马上沿3号公路南北方向延伸搜索。东2号，3000米空域警戒。要不要向指挥部报告？现在我解除情况再说。报告东1，我是东4，向北延伸20公里，没有发现装甲目标。报告东1，我是东3，向南延伸飞行16公里，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扩大搜索范围，扩大搜索范围。马拉多纳已没有按演习规定的时间出动，阿尔蒙红军的首领们还在小沙河一带派兵布阵，还在爱玉岸准备响叮中的盛宴呢。那这么说，我们上当了。这个玩笑可是开大了。老包，我是分子，敌军坦克根本没有在3号公路出现，我正在扩大搜索范围。报告完毕。怎么可能啊？团长，江海他们正在扩大搜索范围，告诉江海，不能进入敌军边防区，免得打草惊蛇。古霞是个聪明人，一旦发现我们在找他，肯定会改变行动计划。团长，敌军的行军路线情报可靠吗？绝对可靠，这是网络侦察组前天实施黑客渗透时截获的。古霞战术方案很明确，他的1、2、2个营就是要从小沙河一线突进。我在小沙河设伏，应该没错。命令江海按原路返航，另派无人机继续侦察。疯子，指挥部命令你编队，立即按原路返航。返航？为什么？执行命令，立即返航。东子明白。通知东3、东4向我们靠拢，东2继续空中警戒。你不准备返航？空中回旋，你愿意，我可不愿意。这是命令啊！命令当然要执行，但也得看怎么执行。盲目的执行，还是极其灵活的、有创意的执行？算我说不过来。放心吧，早晚是要返航的啊！交给你了啊！看见下面那个岔路口了吗？看见了，怎么了？下去看看。什么？落地啊？叫你下去就下去嘛。我觉得我们是被马拉多纳给耍了。怎么给古霞起了这么个外号？这是从地区探军内部流传出来的，据说有次化战区演练，古霞率领一个坦克营快速突防攻入敌方区，巧妙地绕过3处雷区，又连续击毁了对方3辆坦克，最后直接把坦克车开进了对方的指挥所里。他的这场战役啊，让人想起了著名的马赛回旋，韩代连续过了6名防守队员和守门员，最后一脚破门。所以，喜欢足球的敌军参谋长就称他为军中的马拉多纳。好了，小心点啊！
克履带印。老乡，部队在这里演习，你知道吧？知道。从这里过很危险的，坦克很快就过来了。坦克啊，坦克早就过去了。过来了？你怎么知道的？昨天晚上过去的，过去半宿了。哦，他们去哪儿了？往西边去啊。西边不是山区吗？往山里去啊。谢谢啊。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这老滑头，坦克昨天晚上就过去了，进了西部山区。进山？地图。你看，从这个岔路口往西，确实有一条通往山区的公路。马尔多肯定是进山了。他进山干什么？这条路啊，有可能通向我军的后方。我怀疑他要偷袭我们的后勤基地。那要是这样，可就麻烦了。老毛，我是疯子。什么情况？快说！怀疑啊，D局在跟我们耍滑头。不要怀疑，要说依据。他可能走西部山区小路，绕到我们后面去了，要在我们后方实施偷袭。你这么肯定？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行动。我建议啊，情况并不清楚，你建议什么？我看见3号公路上有坦克履带印，我还听老百姓说，昨天晚上有坦克开过。请指挥部马上调整部署，最好放弃伏击计划。参谋长，江海他们发现一个新情况：3号公路发现坦克履带印，他怀疑古霞的部队已经转向西部山区。古霞要走西部山路？胡扯！那么窄的路，能过坦克吗？江海大队长，我是参谋长，你在天上飞着，怎么可能看清公路上的履带印？我降落在3号公路旁边，我亲自在公路上查看的。什么？你落地了？是的，我判断D军有可能从西部山区绕到我们后方。你看见坦克了？没有，但是我听老百姓说了。听老百姓说的？我看他真是疯了。我是疯子，首长，请指示。骂你们怎么听出来？严谨点。仅仅是听说就能得出这样的判断？一个飞行员干起了侦察兵的活，真是头一回听说。你叫江海他们马上返航，继续在3号公路上逗留，只会暴露我们的意图。是。疯子，请你按原路返航。听见请回答。疯子明白。江海说的没错，这回 A 集团军被 D 集团军坦克团长古霞耍得不轻。早在演习发起前10个小时，狡猾的古霞已经率领他的坦克团进入了西部山区，利用夜色和山林掩护，悄悄向 A 军后方长驱机动。A 军指挥部竟然一无所知，还按计划在小沙河一带设置伏击场。团长，来口水吧。团长，这个规定不让喝酒，你尝尝。有规定，你尝尝就是了，看把你吓。没味儿，这不就是水吗？这是我自己勾兑的，
矿权蒙导，假装二锅头，怎么样？够劲吧？团长，什么意思？酒不喝了，状态都没有。矿泉水喝出酒的感觉，这就是境界。离山口还有多远？报告，还有35公里。怪不得前2天你让咱们的工兵营伪装成当地的施工队进山来修路，就是为了从这儿绕到 A 集团军的背后，给他来个出其不意。通知部队，一刻不停地给我开出山口。是。团长，放玄门倒驴。走。兵长，有情况。战场不是在小沙口吗？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像是一次隐蔽行动。你看，那不是在消除痕迹吗？哎，副营长，我们要不要整他一下？首长要求我们不站边只讲军，摸清楚他们意图再说吧。明白。参谋长，我觉得江海报告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报告情况可以，但做出判断是指挥首长的事。你同意他落地的？我也是刚知道。参谋长，刚收到电子侦察分队报告，敌军坦克部队已从3号公路向我前沿推进，无人机发来了实时图像。通知小沙河指挥所，做好战斗准备。是。左团长，看到了，4架直升机兜了那么大一圈，居然连1辆坦克都没发现，还得下来问老百姓。无人机一趟，连视频都发回来了。江海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师傅，指挥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什么屁道理？你看啊，西部山区道路狭窄，重装备根本就无法通过。就算是敌军想偷袭我们，也不会选择这条道路。他们能飞过去？那你干嘛就非要怀疑国家为了偷袭呢？战场上唯一相信的就是你自己，唯一不能排除的是对敌人的怀疑。我可不想白来一趟。按照命令返航也不算是白来一趟吧？那你告诉我，敌军坦克深夜通过3号公路岔路口，又突然神秘消失，不知去向。这个动作说明什么？我告诉你，任何隐蔽行动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不想放弃我的判断，有继续侦查追踪的必要。没飞。师傅，你就按照命令返航了。松手！师傅，你不要再违抗命令了。我是机长，我担当。松手！东阳，什么情况？东阳，什么情况？我命令你松手！松手！东2、东3、东4，跟上我们。师傅，你干嘛总要跟团长拧着呢？这不就是个演习吗？你给我闭嘴！演习就是为了打仗，打起仗来，什么情况都会发生。看到没有？公路和桥都是加固过的。树上落满了尘土，这就是坦克开过的痕迹。通知编队减速，我们翻过山梁，沿另一侧飞。这片山谷我们从来都没有飞过，如果离开了公路，我们就更不好判断方位了。我们如果继续沿公路飞，很
很有可能会遇上敌军的。你注意看，这里还有一条平行的山路。我们如果沿这里飞过去，有可能会更加隐蔽的接敌。动2、动3、动4注意，控制飞行速度，保持前后距离，跟随动1，翻越山脊，沿右侧山脊隐蔽接敌。参谋长，3营现在到什么位置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过了3帕路，大概再有1个小时，就可以进入小沙河村附近。前两句黑客一进来，我就知道呀，他们在摸我们的土。既然主动上门，这人情我能不送吗？马上就要出山谷了，3营的佯攻任务还按照原计划行动。按计划执行。告诉3营长，不要有丝毫的犹豫。阿西啊，有眼睛，把A军主力吸引过去，就算完成任务。我们一定要坚信，只有用3营被歼的巨大代价，才能换取我们长途奔袭的胜利。我们的成功也将奠定敌军的最终胜利。打掉他的燃油补给，就等于切断了哀军的大动脉。军长之所以能批准我一切，看重的呀，也正是这一点。师傅，你看，看你们往哪儿跑！1营各车注意，报告展开位置。报告1营进入攻击位置，2连制裁跟进展开。通知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屏干扰，防空分队打开雷达。明白。电子干扰分队实施全屏干扰，防空分队打开雷达。命令编队准备攻击，动1、动2，原地跃升。首先对进入攻击线的坦克实施导弹攻击，动3、动4，沿山谷南侧进入，对山谷内公路上的坦克实施火箭干扰攻击。等一下，师傅，这毕竟是演习医院之外的行动，我们还是先请示团长。恐怕来不及了，敌军坦克已经在开阔地集结展开，非常有利于我们空中打击。如果让他们发起冲击，我们可就被动了。你听我说一句话啊，刚才咱们擅自行动，团长已经很不满意了。现在呢，我们又改变了返航路线，绕道飞行，这团长一点都不知道。如果再不请示就发动进攻的话，这错误犯的可就越来越大了。你怎么老这样？前怕狼后怕虎的，那请示了也是打，别打别请示不行吗？师傅，你现在正是正营调副团的一个坎上，不能一错再错了。毕竟这只是演习，又不是真正的战争，你没必要冒这个风险。你现在报告团长，团长也做不了主，他在请示于参谋长，参谋长在请示军长，黄花菜都凉了。我是你的副驾驶，我应该听从你的命令。可是发起进攻作战，这并不是一件小事啊。我们先报告，也算是把我们侦察到的真实情况通报给了指挥部，这对指挥部调整部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师傅，只要我们报告了真实情况，我想指挥部也不会不同意的。好，报告，行了吧？老毛，我是分子，老毛，不好，有电子干扰。团长，防空分队报告，雷达发现我上空有 A 军直升机过来。直升机？对。命令2营防空掩护，地空导弹全部进入作战状态。明白。可恶！妈的，逼咱挺赢。命令1营1连立即发起冲击，进入有效射程，马上给我开炮。明白。1营1连，发现目标，即刻开火。发现目标，即刻开火。还是不行啊！别折腾了，敌军的全屏干扰，再不打就贻误战机，后方基地就让连过端了。我们被雷达锁定了。
样不行，是这小子呀，飞得太刁了。哼，给我打！动摇，注意后方，有一条尾巴跟上来了。是不是咱们陆航团的车？他们来了，我就希望别跑了。我们现在是第3号舰队，不红不蓝，打谁都没商量。那是，我们就互相帮着对一下。帝军坦克团只有1个连的坦克进入伏击圈，后续坦克一直在2公里外走走停停。第2架无人机侦察报告，3号公路未再发现帝军坦克主力。后勤基地报告，发现帝军坦克部队、警卫部队正在组织防御作战，请求指挥部派兵增援。难道帝军真的迂回到我们后方了？参谋长，看来江海的判断力已经到了。江海现在在什么位置？受电磁干扰，一直没联络上。这么说，他没有按原路返回。直升机已经撤离，2连是否可以展开攻击？命令2连立即发起攻击。明白，明白。
307、308、309进入有效射程。团长，2连各部已进入有效射程，请求开炮。等等，再靠近点，再向前推进500米。团长，直瞄没问题了。我让哀军兄弟们看清楚来势汹汹的96A 坦克军什么样子，让他们知道什么叫马拉多纳的长驱直入，什么叫泰山压顶，什么叫铁流洪水，什么叫不知所措，束手就擒。坏了，怎么又回来了？这样不行，强行进攻，地面上的坦克都变成直升机的活靶子了。通知各分队立刻转入防空作战，先干掉几支乌鸦再说。团长，我们指挥车通信系统完全瘫痪，无法与各车进行联络沟通了。各车注意，我是团长苦侠，立刻转入防空作战，立刻转入防空作战。是导演部刚先锋过来的。这是江海他们吗？不是他，会是谁？报告首长，这是导演部发来的战况通报。11时30分，偷袭 A 军后勤基地的 D 军坦克团2个营遭到 A 军武装直升机的拦截和持续导弹攻击，团指挥车被击毁，指挥系统瘫痪，多辆坦克和战车毁伤。导演部裁定，从11时40分起，D 军坦克团停止一切战斗行动，退出演习。命令前沿各部队按预定计划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是。跟江大队长联络上了吗？报告还没有，义军电磁干扰一直没停。都退出演习了，他们还干扰啥？联通后，叫江海马上返航，不得延误。参谋长，就是沟通不上也没关系，再过10分钟不返航，油都不够了。这一点，江海比谁都清楚。我要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不想再节外生枝了。明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武侠精心谋划的偷袭行动，因江海的突然出现而功亏一篑，并导致了帝军的全盘结束。如果江海就此收手，安全返航，或许还能功过相抵，减轻处分。偏偏他又来了个搂草打兔子。师傅，我们该走了吧？好，我们走。我们可以从这儿翻过山梁，直插回去，至少可以进50公里。听你的。洞2、洞3、洞4注意，翻过山脊，沿最近航线返航。洞2明白，洞3明白，洞4明白。回家喽。哎，王子，感觉怎么样？什么怎么样？你不被团长处分就算不错了。哎，下面是什么？好像是帝军的电子干扰台。没错，干扰源就在这儿。哇，原来他藏在这儿。干掉他！师傅，我们已经没弹了。再说演习也快结束了，但他还在释放干扰，说明战斗还在进行。我没弹没关系，重量机上还有火箭弹呢。这样，我们俯冲佯攻，重量随后攻击，搂草打兔子，扩大战果。这演习都快结束了，他干扰不干扰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什么叫没关系啊？漏掉一个敌人就留下一个隐患，说不定明天你就栽在他手里。干扰我一上午了，我不打他打谁啊？我看呀，
你是没仗打憋得慌。是，我早就憋疯了。通知栋梁，战术88要动。栋梁注意，栋梁注意，目标林中干扰台，执行88要动战术。栋梁明白，战术88要动。电子对抗是把双刃剑，在干扰对方的同时，也对己方通讯产生影响。显然，帝军电子对抗分队就始终没有收到坦克团已退出演习的通知，仍然保持着作战状态，不幸躺着中枪，而惹是生非的江海也没落得好下场。师傅，打电子干扰台的科目以前咱也没练过呀。你说的都是屁话，现在打不就是练吗？来，返航的油还够不够？返航是勉强够，要是再遇到别的情况，可就说不好了啊。行了，够回家路费就行。下去了。爽！不好，我们被导弹咬住了。看清楚没有？什么弹种？好像是肩扛导弹。我靠！坏了，我们被击中了！师傅，这怎么回事？总局拉到头了，声力还是不错。翻越山脊是不可能了。看来是不可能了，尽量保持平飞，冲出山谷。从山谷绕过去，油量肯定是不够的。先冲出去再说。叫部长下来，看看怎么回事。不行，师傅，我们迫降吧。要迫降也得飞出山口迫降，不能让董侠看咱们笑话。团长，指挥部来电，让我们晚上必须撤回驻地，明天一早开总结会。我们败了。是的。真晦气啊！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师傅，不行！
拿过来吧你想干什么？把枪还给我！是你袭击我们坦克的啊！轻点让开！参谋长，这俘虏的枪。这枪值几个钱？要交呀，交这架直升机。二位辛苦了，我是坦克团团长古霞。你就是那个马拉多纳？没错，知名度是有一点的。想当年，我是一战成名呐。现在是一败涂地。你得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得到的情报，又是怎么知道我从西部山区一直偷袭？人报告诉我的。没这么简单。你们团长老毛我认识，我们是陆军指挥学院战士技术班的同学。好，我可以告诉你，但你得告诉我，是谁用健康导弹把我打回来的？什么健康导弹？哦，原来你小子是被导弹揍下来的。你叫什么名字？江海。绰号疯子，这是我们大队长。江海倒名不见经传，疯子倒有所耳闻。你们团长老毛告诉我，说咱们团里有个飞行员是个飞行疯子，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研究飞行，几乎痴迷。某日，此人正在蹲坑，突击一架战机低空飞过，屁股没擦就冲了出去。有什么好笑的？哎，真是不打不相识啊！你还没告诉我，是谁把我战机打下来的？我们没有带健康导弹，除非你遇到了索马里海盗和极端分子。有点吃的吧？饿死了。没问题。团长，走，过来，吃的过来。告诉我，我的失误在哪里？干嘛非得知道？我不想和你握手言和，我要抱着一箭之仇，只要有机会。好，走。你们在3号公路的岔路口留下了履带的痕迹，这就证明你们提前通过。你的外号让我知道了你的性格特点，你不喜欢常理。还有，你的前史让我有点头晕，你还冒险。你是来自星星的疯子，野心十足，很有想法。你想改变陆军的某些传统，也很招人烦。江大队长，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没了，谢谢。我们的救援直升机马上就会赶过来，我们一定会再见。我们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战地抢修组10分钟不出发。江海啊，这次太过分了，部主们那是过不去了。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军里是什么意思？于参谋长火大了。我回来之前明确跟我说，江海的错误性质要提高到违反战场纪律高度来认识，与个人性格脾气无关。让我们团党委拿出来个处理意见。这么严重吗？报告了。抢修小组准备完毕，请求起飞。出发。是。你看马拉多纳刚才那股牛劲儿，好像败仗不是他打的似的。他说什么报一箭之仇，大言不惭。你也别说，马拉多纳是个军人，认败不认输。你也别说人家了，先想想你自己吧。我们今天运气挺好的，战机把握比较准确，四级配合也比较默契，就是直9的挂弹量太少了，打几发就没了。我手里要有架阿帕奇，今天打起来更过瘾。要不说你每天都活在梦里，这什么意思啊？你就别再喋喋不休地回味你那些辉煌了，先想想怎么混过这一关。错都犯了，怎么混过去啊？我都替你想好了，回去之后呢，我去跟团长政委啊，我这么说，偏离航线是我的主意，陆地侦察呢也是我的提议，还有西部山区的跟踪追击是我非去不可，你不同意，被我给说服了。你这是要为我两肋插刀啊？好，不愧是我的兵，敢为首长挡子弹。准备好了吧？能出发了啊！
好像是首长，抓紧时间集合队伍，快！明白。集合！集合！向后追！向前走！首长同志，第几战机坦克团参演任务完成，准备撤离，请指示坦克团团长顾霞。请稍息。是。扫训。顾团长到。我对你们坦克团声东击西、大纵深机动战术很有兴趣，所以我要特意来你们团看一看。报告首长，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我有责任。对抗演习是一种最高形式的训练，不存在着谁胜谁败，目的是练兵，练的是协同指挥，练的是战术意识，练的是创新战法。我在演习指挥中心看到了你团的战术运用全过程，从网络渗透到反渗透，从信息伪装到三营佯动。你们敢于拿出2个重装备营，实施了大规模的奔袭、大纵深的迂回穿插，胆子够大了。这也可以说是信息战和传统战法的有机结合。但是，你在这次防空作战中，由于缺乏足够的准备，而最终是功亏一篑。这个教训也是深刻的。首长，是我的失误，我忽视了爱军陆航部队的存在，没想到陆航部队的直升机会突然出现，更没想到武装直升机会这么强的攻击力，被他们打得措手不及，教训深刻。回去过后一定认真总结。哎，丸子，谈过恋爱吗？谈过啊。谈过几个？情种啊你！情什么种？有用吗？都是被人家踹的。哎，那为什么呀？按说你也算是高富帅了吧？我也想不通，我长得不算差吧？我老爸也有钱，最少几个亿。我妈呢，还把2栋别墅的房产记在我的名下，就是说给我结婚当新房用。你说现在的女孩都想什么呢？想什么？什么都想，就是不想守着一个天天想打仗的丈夫。你这叫什么话？你是谁啊？是国家用黄金堆起来的天之骄子，中国陆军航空兵的飞行员。这些对他们来说都没用，只是一种光环，一种虚荣。这是一个女孩在微信里给我的留言，你听听。是她吗？小斌，我不得不跟你说实话，要说我不爱你，那不是我的真心话。可现实生活中，你留给我的时间实在是太少太少了。我们除了周末有过1、2次短暂的接触，就再也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你说你总有任务，总在训练，总在准备打仗。你什么时候想过给我留下一点温存？你总说你爱我，可你换上军装就忘记你曾经的许诺。我很珍惜我们的相识，可你也要理解一个女孩，她更需要的是浪漫，是呵护。难道你忍心让一个爱你的人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耗尽在无休止的等待中吗？你能给我一个不再训练、不再准备打仗的承诺吗？这是哪几个？小五子。我们沿河流往上游飞，接近山口就能看到他们了。我觉得啊，这小五子还是蛮真实可爱的。我建议啊，在小六子没出现之前，先吊着不放。啊，师傅，你觉得当兵光荣吗？当然光荣了。我不这么认为。说说你的看法。我觉得挺失落的。那你为什么当兵啊？是我爸让我当的。我爸说当兵最光荣，他把当兵光荣那个小红牌子变成一个大铜牌，挂在我家门口。
把我穿军装的照片放大了1米多长，挂在公司办公室里。来人他就介绍我儿子飞行员。我觉得这是他的功劳。你转业不就得了？转业？我爸不打断我这条腿啊！你爸挺可爱的。首长，车已经在楼下等着了。知道了。杨秘书，蓝剑山演习的进展情况怎么样？演习今天下午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是的。哎，不对啊，单局长说不是要3天吗？原计划2节的对抗最少需要3天才能决出胜负。后来因为 D 集团军的主力在行动中意外失利，让 A 集团军抓住机会反击得手 ，D 集团军部署被打乱了。导演部认定 D 集团军失分过多。马上跟演习指挥部联系一下，我要尽快的看到演习报告。是。在哪？哎呀，今天要是见好就收，结局就完美了。你的意思是，不打电子干扰台就完满了是吧？但至少我们这会儿已经躺在床上睡大觉了，不至于在这荒郊野地等人救援吧？我告诉你吧，打电子干扰阵地，我们是一片空白。怎么打，打什么部位，强电子干扰下会出现什么状况，实战中会遇见什么问题，我们是一无所知。今天正好赶上他开机干扰，我们打他一下，经验不就有了吗？还经验呢，被人都打下来了，不觉得丢人啊？哎呀，被自己人打下来有什么丢人的？被真正的敌人打下来，那就不是丢人的事儿了。我问你，你今天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烤鱼吃啊！你就知道吃。这一发肩扛式导弹呀，把我给打懵了，但也把我给打醒了。直升机最大的克星就是这种来自于地面的简易武器，隐蔽性强，操控简单，成本又低。直升机作战如果没有足够的防范，挨打没商量。所以说，今天最大的收获就是亲身体验了一把被揍下来的滋味。这种体验啊，还是越少越好。这说明什么？打仗不光要想着打人家，还得防着别人打你。美军的2架黑鹰怎么在索马里坠毁的？就是被这种肩扛式火箭筒给打下来的。说的也是，肩扛式导弹已经成为武装直升机的死敌了。不过，美军那次也是因为轻敌了吧？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是被什么肩扛式导弹打下来的？是红鹰5还是前卫2？我根本就说不上来。好像是 F006啊。我很想找到这个玩 F006的家伙，干嘛？报一箭之仇，拜他为师，向他请教打直升机的经验。你这又是何苦呢？他发射的时机非常好，正好是在我调整姿态准备进入平飞的那一瞬间，是个高手。这回啊，也没人管我们，有机会放开手脚玩了一把。什么叫陆军航空兵啊？这才是陆军航空兵啊！不是你说实话，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以前我们不是航空兵，以前也是，还干着别扭啊。那都是给地面部队敲敲边鼓，演习的时候摆摆造型，啊，不像雄鹰，像风筝，像风筝。总感觉呀，被人用根线在地上拽着。这次为什么觉得过瘾？那都是因为我们是独立侦察、独立判断、独立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灵活攻击，所有的战术动作都是由我们自己设计，那肯定就是不一样。大队长，一切正常，可以起飞。
哎，师傅，你跟副教员怎么样了？以后见面得叫嫂子，记住了吧？哟，这才几天啊，就叫嫂子了？我怎么觉得这事儿真不靠谱啊？说话呢？什么叫不靠谱啊？人洪大队长比你有优势。我承认，那是因为他转业了，给大老板开直升机，有钱有房，玩时尚，这种优势啊，我是比不了。但是征服一个女人，要像驾驶直升机一样，对她要有全面的了解，深刻的认识，对她的每一个系统都要了如指掌啊，尤其是发动机，也就是心脏，她的心。看来这专车是来接你的。江乐队长，跟我走吧。是我还是我们呐？就你自己。那就行。哎，你可别忘了啊，咱俩一言为定的事。放心吧。首长决定关你禁闭。这谁的决定啊？你觉得团里有这个权限吗？军首长的意思啊？请吧。我能先打个电话吗？不能。不是，我就。别看江海表面上显得无所谓，其实他已经清楚自己将要面临什么样的后果，甚至处分。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迎接暴风雨的到来。但没有想到的是，这场风雨来得超乎他的想象。先送我到团部啊！不是要关我禁闭吧？怎么带我回宿舍了？按纪律调整规定，从即日起，要对你实施7天的行政看管。按照希望你遵守有关条例规定，服从看管。江队长，在没有他的允许下，你不可以随意外出活动。哦，对了，这晚上你在你宿舍里等他。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怎么，他睡着了？进去不到10分钟就打呼了。真想得开啊！好了，你先回去吧。是。江大队长打了1天仗，能不累吗？
政委，你怎么在这儿啊？先接电话吧。喂，凤英，还没睡呢。你不是也没睡吗？在干嘛呢？我干嘛？我关禁闭呢。什么？你在关禁闭？啊，目前叫行政看管，看来出了不清。政委是在审我呢。哎，儿子睡了吧？行了，你就别再操心了，我等你的电话啊。政委，对不起。你干嘛非得告诉他你在关禁闭？我是在审你吗？他问我，我就实话实说了。你自己留着吧。坐。啊。第一次被看管，没想到。有意见？没意见。错误性质严重，不好好关起来反省几天哪行啊？知道有多严重吗？多严重？反正你说关几天就关几天，我服从组织安排。你关监狱的罪过都够了啊！我犯法了？违抗命令，不执行战场纪律，触犯军法。你以为你打了几辆坦克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把事情经过说说吧。报告，进来。小斌啊，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我想跟你聊聊。哎呀，你跟江海都飞一天了，有事明天再说。不，今天的事儿啊，我一定要向你汇报一下。坐下来说吧。谢谢团长。今天违抗命令的事儿是我干的。什么？是你？对，是我。进入战区之后，是我要求改变航线的。那么江海呢？江大队长不同意，后来我坚持要改变，被我说服了。原来是这样。是的，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们还以为是江海呢。团长，一般都会这么认为的。江海是大队长，是机长，因此都会认为这是大队长的主意。但其实是我，包括落地检查履带印也是我提出来的。违抗返航命令，把编队带进山区，也是你了。没错，当时大队长不同意，但我坚持要去，而且我的态度十分坚决。我跟他说，如果要是不同意的话，我就直接从这直升机上跳下去，我连机舱门都打开了，以死相逼。对，大队长被我当时的举动也吓坏了，最后只能妥协。啊，还真有你的，他同意了。对，他同意了。他同意，他也有责任。哦不，他没有责任，大队长一点责任都没有，而且有功。你是个老兵，一级飞行员，又是大队长，可是你自己过沟瘾了，你却把刘小兵他们带到沟里了。如果年轻飞行员都像你，把命令当耳旁风，那部队会变成什么样子？任何显赫的战绩都不能凌驾于纪律之上。军队是有铁的纪律的地方，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由着性子蛮干的，更不是耍个人英雄主义的地方。政委，这事跟刘小兵没关系。小兵几次反对，握着舵杆都不撒手，是我下了命令他才松手的。政委，事到如今，你给我啥处分我都认，蹲监狱我一个人蹲。你对不起自己也就算了，你还对不起傅莹，你知道吗？我现在知道了，确实对不起他。你和洪生之间，他为什么选择你？可能是我飞行技术好吧。
洪生比你差吗？他当2大队长还比你早2个月呢，全军飞行技术尖子有的是，比你强的人大有人在。能飞莱维斯曼就了不起了。那你说为什么呀？他是希望你能像李翔那样，勇于担当，为陆航事业献身，烈士的遗志能够在你身上实现。我没问题，我敢于担当，勇于献身。问题是你这么瞎折腾，谁还敢把任务交给你呢？谁还敢让你飞？你怎么担当？怎么献身呢？都老大不小了，还这么冲动，那么不成熟。我看你呀，也就是落个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下场。哎呀，我这把我说死了。你知道傅颖决定第2婚仍然要嫁飞行员，他顶着多大的压力吗？知道，他爸妈都不认他了。可是你只想着自己过瘾过瘾，错误一个接着一个。你知道这样做对他的打击有多大吗？他对你有多失望吗？我要不是穿着这身军装，我真想大嘴巴抽你。郑海，我有个想法。你还有想法呢？好好反省再说吧。你把结婚报告退给我吧，这婚不结了，我不能毁了人家后半生。这是你的心里话。心里话。好，报告我会退给你的，但不是现在。现在你是要接受组织上对你的处罚，不是拿婚姻当儿戏的时候。怎么处罚？行政看管7天，停飞2个月。啊！停飞2月，不服就彻底停飞。军队对违纪者绝不姑息。好，2月就2月。先写出深刻的检查，等待军里的处理决定。我写。哎，郑伟，检查写得好，能不能减刑啊？1个月怎么样？这是军里的决定。谁跟你讨价还价？当我们发现帝军坦克团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向后勤基地发起进攻了。在这个紧要关头，江大队长毫不犹豫地带领我们编队冲了过去。不对呀，江海不是一直反对你违抗命令吗？反对你擅自把编队带入山区吗？是，他是反对的，而且是坚决反对。那这就不符合逻辑了，是不是？既然他一直反对，怎么可能在不请示、不报告的情况下发起攻击呢？对呀，这听起来啊是有点不符合逻辑，可是逻辑也是因人而异的。你想，江海的外号是什么？是疯子呀。那疯子就会有疯子的逻辑，他只要一看见敌人，那眼睛都红了，疯劲儿一上来拉都拉不住。疯子的逻辑，你接着说。再说了，当时啊，江大队长是想向您汇报来着，可是我们遇到了敌军的电磁干扰，和您联系不上。如果不打的话，就会贻误战机，所以我们就先斩后奏。后头这几点倒是符合逻辑啊。对呀，而且我觉得江大队长的这场战斗打的是太棒了。他第一个架机俯冲下去，就把马拉多纳的指挥装甲车给摧毁了。然后呢，他又指挥动2、动3、动4 3架战机从不同的方位不间断地向敌军的坦克群发起了进攻，摧毁了敌军的5辆坦克，成功挫败了敌军的偷袭计划。团长，说实在的啊，要是没有江大队长的果断出击，这后勤基地肯定会被人家连锅端的。说完了？说完了。不对呀，还有呢？还有，我觉得应该给江大队长请功啊。那你呢？我反正都交代完了，团领导看着办吧，什么处分我都能接受。忧郁王子，忧郁王子，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呀！不，你不像学飞行的，你像写小说编故事的。不，你像演员，把故事演绎的感动人呐。
有声有色，有鼻子有眼，精彩纷呈，感动中国。团长，我说的都是真的。对，你说的都是真的，对吗？可我一直反着听。好了，时间不早了，傅莹还在等着你的电话呢。你现在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决定彻底跟他分手了。我不配，这个电话不能再打了。打，我命令你给他打。再打就算骚扰了。你答应给他打，你就必须给他打。你想让他为等这个电话一夜不合眼吗？那我怎么说呀？你就说跟政委已经交流过了，政委说，你的想法是好的啊，做事呢有点操之过急，没什么事儿了，让他放心。政委，你这是真话还是假话？对你是假话，对他是真话。你要敢瞎说一句啊，我饶不了你。你以为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一扣，他就没事了？你这不是帮他，你是害他。演习期间如此违抗命令，你刘少斌还没有这个胆儿。擅自改变防线，关闭英达电台，带队进入西部山区，不请示就开战，只有他江海能干得出来。我闭着眼睛都能想象到，你还冒出来冲大头。团长，这事我也有错，我也有责任的。你企图包庇江海的错就是你的错，但是你的错抵不了江海的错。团长，何必？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人家刘小兵仗义，替江海顶雷来了。刘小兵，我知道你和江海有个密谋，可是人家江淮队长已经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是啊，他全招，如实招来，承认全部都是他的主意，都是他干的。怎么这样啊？就想不通了。他犯错了，你有什么想不通？大队长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陆航的战术不能总是老一套吧？这次大队长带领我们追击帝军坦克团，那打的是积极主动，完全体现了我们陆军航空兵的优势啊！这是战法上的创新，训练上的探索，这是我们陆航部队以后发展的方向。我认为，错是错，攻是攻，团里边应该肯定大队长的想法和战法。陆航是雄鹰，不是风筝。喊什么？哎，是非功过不是你定的啊！赶紧回去休息吧。我等大队长一起回去。人早回宿舍反省去了。啊？1、2、1，立定，向左转，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立正。团长同志，飞行1大队、2大队参训人员到齐，请指示。司令。这儿，小心！同志们好，开始。今天上午飞行科目的安排是这样：1大队由严副大队长带领大家飞通塔编队的起落；2大队由顾刚大队长带领大家飞山头起落，飞行区域为小燕山一带。1大队个别人员的调配由严副大队长宣布，上午11点结束飞行训练。大家听明白了吗？明。好，指令吧。2大队向左转，往后走。小斌，今天你当机长怎么样？我当你副驾驶。哟，副大队长，我可是第一次跟你搭档，还是你来当机长，我来当助手。
谁飞都一样，但你处在机长这个位置上，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你来团里也有1年多了吧？对呀。是该考虑你当机长了。机会来了，就不要有所顾虑，啊。即便是江海实话实说，出卖了徒弟刘小斌，也没能减轻对他自己的处罚。如果仅仅是停飞也罢了，偏偏还要让他听着1架架直升机不断的从头顶上飞过，这种处罚对江海来说，无疑是一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好，这是老猫的4.1，这是耗子的4.3，这是我的9.1啊！哎，应该是王子在飞吧？检查怎么写呀？亲爱的军领导，我叫江海。听说你昨天还劝过大队长，怎么还会出这种事儿？其实我觉得大队长的想法还是挺符合战场实际的。要是昨天他不切断和指挥部的联系，早点把侦察到的情况汇报上去，也不会这样。哎，注意，向左靠一点。记住，长机进入动作前，一定考虑给僚机留出余地。明白。大队长，你要什么？我们大队在训练呢，我出去看一眼。这不行，就出去10分钟5分钟也不行。不是，你听见没有？他们光飞通场不飞战术，这谁指挥的？这是？谁指挥的也不行。兄弟，咱俩交个朋友啊！你放我出去一会儿，等我官复原职，我带你坐直升机到天上转悠，怎么样？真的？真的！哎，我说话算话，我出去一会儿。不行。不，你姓什么？姓李。你应该姓周。不行。小李啊，你玩过模拟机没有？没有。哎，我跟你说，你放我出去，我带你去玩模拟机，跟开真的直升机一样。真的？真的，但有个条件啊。放你出去肯定不行，有什么条件你说吧。你太有才了，我不出去了，行吗？首长，蓝箭3号演习资料发过来了，我已经调出来，放在桌面上了。您要看的话，点开就行。A 级单军陆航堂有人吗？战控通报有一点，但不多。预案上是要出动4架19执行阻击任务。空中突击旅编制报告，部长和政委已签字。知道了，明天就送总部首长。是。